那年的冬天冷得不讲道理，我蹲在医院走廊里，手里攥着那张缴费单，上面的数字像一把钝刀，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脏。欠费2800元，2800，在那个年月够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攒大半年。而我已经下岗半个月了，口袋里的买断工龄钱早就被父亲的脑溢血手术吞噬得一干二净。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混着劣质烟丝的气味，还有不知哪个病房里传出来的渴望主题曲，一遍又一遍地循环着。我靠在冰凉的墙砖上，头顶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，一明一暗地闪烁，把惨白的走廊照得像个灵堂。裤兜里只剩下3块钱，是我昨天在街上发传单挣的。那天我站在寒风里，一张一张的把印着某某地产、荣耀开盘的铜板纸塞进路人手里。10个人里有8个看都不看一眼就扔在地上，我跟在后面捡，擦干净再发。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站了整整9个小时，腿肿了一圈，只挣了8块钱。晚上回到医院，我给父亲买了2个白菜馅包子，自己喝了1碗免费的白开水。宋姐，你爸今天的点滴打完了。护士小周推着治疗车从我身边经过，停下脚步，犹豫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塞到我手里，拿着吧，你也别太熬了，身体垮了谁照顾你爸？橘子还带着他的体温。我攥在手里，想说谢谢，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小周叹了口气，推着车走了。走廊里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寂静，只有远处传来不知哪个病房的收音机声，低低的放着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好困惑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缴费单，脑子里一遍一遍的盘算。姐姐那边是指望不上了，姐夫那天的嘴脸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天我骑车去了姐姐家，供销社的家属楼，红砖墙，楼道里堆着煤球和冬储大白菜。姐夫李大友开的门，穿着一件新买的羊毛衫，屋里飘出炖肉的香味。他看见我，脸上堆着笑，哟，国栋啊，稀客，快进来，正好赶上吃饭。可他的眼神在我洗得发白的工装上扫了一眼，那笑容就有了裂缝。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，不是陌生，是警惕，怕我开口借钱。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，下岗后去借钱时，在无数人脸上见过。姐姐端着菜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，先是一脸欣喜，随即看到我脸上的黄急，笑容也慢慢收了起来。咋了国栋？出啥事了？我把父亲病倒需要钱做手术的事说了出来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，只有电视里放着渴望。李大友夹了一筷子肉，放在嘴里慢慢嚼着，嚼了半天，才慢悠悠的开了口：国栋啊，不是姐夫说你，老爷子年纪大了，有病是正常的，这病是脑溢血，就算救回来，后半辈子也得有人伺候。你看你工作又……姐姐在一旁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，他瞪了姐姐一眼，继续说下去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病就像个无底洞，你要是现在把钱都扔进去，以后日子可咋过？老爷子上岁数了，有时候也得想开点。李大友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姐姐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眼圈瞬间红了。那是我爸。你爸，那你拿钱啊！李大友也提高了嗓门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你们家那点底子谁不知道？我这在供销社开车挣的也是辛苦钱，家里2个孩子上学，哪样不要钱？我不反对，但我们家最多拿500，多了没有？500对于父亲的手术费来说，
杯水车薪。我看着姐姐，她的眼神里满是无助和羞愧。再看看姐夫李大友的脸，那张脸上挂着的所谓理性分析，像一层面具，把骨子里的冷漠和自私遮得严严实实。不用了，姐夫，你们吃吧，钱我自己想办法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姐姐压抑的哭声，还有李大友不耐烦的嘟囔声，听不清楚，但每一个音节都像针一样扎在脊梁上。寒风呼呼地灌进我的领口，我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医院赶。风刮在脸上像钝刀子拉肉，可心里的冷比这冬天的风更甚。人还没走到绝路，人情却先断了。值当不值得，我没法想。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亲爹，一个在机床厂干了一辈子，用一双手把我和姐姐拉扯大的老人。我3岁没了妈，从记事起就是又当爹又当妈，冬天给我捂脚，夏天给我扇扇子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和姐姐。别人指着他的脊梁骨说值不值得，我办不到。可钱不会因为我的愤怒从天上掉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从医院的折叠椅上醒过来，腰酸得像要断掉。窗外天还没亮透，城市的轮廓在灰蒙蒙的晨光里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。父亲还在昏睡，点滴一滴一滴地落着，仿佛在给这个静得让人发慌的早晨打着节拍。我慢慢坐起来，把军大衣叠好。这件军大衣是父亲年轻时发的，跟了他20多年，领口磨得发了白，棉花也硬了，可盖在身上还是暖和的。就像父亲这个人，他什么都给不了我，可他给了我他能给的一切。我去水房打了热水，给父亲擦脸擦手换尿垫。他瘦了，眼窝深深陷下去，原本就花白的头发好像一夜之间全白了。我把毛巾搭在床头的栏杆上，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，然后推开了隔壁床的布帘。赵大爷已经醒了，他一个人半靠在床头，眼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床头柜上那块用报纸包好的馒头已经硬得能砸核桃了，旁边搁着的搪瓷缸子里面的水早就凉透了，他端起来又放下，端起来又放下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像久旱的田地。他的手颤巍巍的，试了好几次都没够到放在床尾凳子上的暖水瓶。赵大爷，喝点热水吧。我拿过他的搪瓷缸子，倒了半缸子热水，兑了点凉白开，用手背试了试温度，不烫嘴了才递过去。他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缓缓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，那目光里有种被人遗忘太久后突然被想起的茫然，像一扇落了灰的窗户忽然被推开了一条缝，光透进来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伸出干枯的手接过缸子，手指抖得厉害，水差点洒出来。我赶紧拖住他的手，帮他把缸子送到嘴边。谢。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，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。没事。我把缸子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把那块硬邦邦的馒头拿起来，用指甲掐了掐，硬得像石头。赵大爷，这馒头别吃了，太硬了，对胃不好。明天我给您带点粥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。我转身回到父亲的床边，窗外又飘起了细碎的雪花，在路灯的照射下，像无数细小的飞蛾扑向黑暗。我靠在折叠椅上，闭上眼，脑海里全是那张缴费单上的数字，姐夫那句就回来也是个摊子，还有赵大爷一个人靠在床头的孤独身影。我睡不着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怕。
我怕父亲好不了，怕自己撑不下去，怕这个冬天太长太长。可我又不敢不想，我得撑下去，撑到春天来。春天来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后来的日子，没人嘱咐，也没人要求，我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开始照顾起赵大爷。早上打热水的时候，顺手给他也打一壶，保温桶里自家熬的小米粥盛一碗端过去。中午给我爸打饭，问他一句赵大爷吃啥，他总摆手说不用不用，可我知道他吃不下医院食堂那硬邦邦的米饭，我就去外面小饭馆给他买碗热汤面，或者2份素馅饺子，他吃1份，我留着给父亲晚上热着吃。我知道我算不上什么好心人，我只是在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。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孤零零的躺在医院里，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。我看不下去，真看不下去。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能睁开眼睛看我一眼，含糊的喊我名字，国栋，就1个字，能把我的眼泪喊出来。坏的时候整夜发高烧，烧得满脸通红，嘴里说着胡话。我守在床边一遍一遍的用酒精给他擦额头，擦腋下，不敢合眼。那几天我感觉自己老了10岁，眼角的皱纹像刀子刻的一样。有一天夜里，父亲烧得厉害，温度计上的水银柱飙到了39度5。我去找值班医生，医生给打了1针退烧针，说观察观察。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，把他的右手握在手心里，一遍一遍的叫，爸爸，你听得到吗？你要挺住啊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父亲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应。隔壁床的赵大爷也没睡，他在帘子那边轻轻咳嗽了2声，过了一会儿，压低了声音问，你爸严重不？有点烧。我说，你别太熬了。他的声音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你倒下了，你爸就真没人管了。我没说话，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，声音不大，被帘子挡着，每一个字却清清楚楚。后来父亲退了烧，天也快亮了，我累得趴在床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件军大衣，不是父亲那件，是赵大爷的。他靠在床头，身上只盖着一层薄被子，蜷缩着，闭上眼装睡。我把军大衣悄悄还回去的时候，心跳得很快，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。可那心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很久很久没有人这样对我了。后来的日子，我慢慢从护士小周那儿知道了赵大爷的一些事。他姓赵，叫赵伯安，退休前是机械厂的总工程师。老伴走了好几年，有个儿子早年出国留学，后来留在国外工作，据说发展的还不错。这次突发脑梗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是邻居发现不对劲送到医院的。儿子倒是托人预交了不少钱，人却一直没露面。之前也请过护工，请一个走一个，不是人家干的不好，是他把人家骂走的。赵大爷脾气倔，一般人伺候不了。小周说，不过我看他对你态度倒是不错。我笑笑，没接话。半个月的时间，不长不短，足够让2个本不相识的人在命运的夹缝里生出一种类似亲人的牵挂。赵大爷从一开始的沉默寡言，到现在偶尔会和我说几句话。他会在我给父亲按摩的时候，用他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看着我，时不时提点建议，你这手法不对，康复科的刘大夫不是教过吗？要顺着肌肉的纹理，从上往下，力度要均匀。他会在我趴在床边睡着的时候，用他能动的左手，颤巍巍的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拉起来搭在我身上。
他甚至会在午后的阳光好的时候，让我把他扶上轮椅，我们一起推到走廊尽头那扇大窗前。两个老人并排坐着，阳光照着他们的白发，我蹲在一旁给他们削苹果。赵大爷总是趁着这个时候指点江山，说你们这医院条件还算可以，但是康复设备太老了。我当年去德国考察的时候，人家那个康复中心才叫先进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灰白的眉毛微微扬起，眼睛里有光，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做总工程师的岁月。父亲虽然说话还不大利索，但他听得懂，偶尔点点头，喉咙里发出含混的附和声。有一次，赵大爷说到德国的数控机床，父亲突然来了精神，费力地抬起左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手势，像在操作什么机器。赵大爷一看就笑了，说老宋你也是搞机械的。父亲点头，含混地说红星机床厂。赵大爷眼睛一亮，说红星厂我知道，你们当年那个龙门席改造项目，行业里可是出了名的。父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浑浊的眼底像点了一盏灯。那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眼里有那样的光。他努力地张了张嘴，吐出一句断断续续的话，那个项目我带的，声音含混，可我听得清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。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可我没哭，使劲忍着，把头扭过去，假装看窗外。赵大爷那之后跟我父亲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两个老人，一个说话利索但不急不躁，一个说不太利索但耳朵好使，加上都干了一辈子机械，说起机床、图纸、公差、配合这些东西，居然有种外人插不进去的默契。你爸当年是个人物。赵大爷后来跟我说。我愣了一下，我爸一个在机床厂干了一辈子的老钳工，退休金一个月才200多块，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物。可赵大爷说的认真，不像开玩笑。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，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。他说，你爸那双手就是最好的履历。我们那时候搞技术的人，不靠嘴皮子，靠手上功夫。你爸能带着团队啃下龙门席那块硬骨头，放在哪都是能人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又酸又胀。父亲从来不说这些，他只知道埋头干活，把最好的年华都交给了那间车间。等他老了，干不动了，厂里效益不好，他的技术，他的经验，他那一身本事，突然就变得不值钱了。曾经在车间里挥斥方遒的高级钳工，退休后成了被人嫌弃的负担。我忽然觉得，时代往前跑的时候，把一些人落下了。那些人在工厂干了一辈子，用双手撑起了这个国家工业的骨架。等他们老去，国家把他们忘了，时代也把他们忘了。可他们不该被忘记，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该被记住。招娣。有一天，父亲忽然开口，声音还是很含混，可我听得清。爸，怎么了？他艰难地抬起还能动的左手，先指了指赵大爷，又指了指我，然后竖起了大拇指，歪歪扭扭的，可他用尽了力气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赵大爷转过头看着父亲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，脸上的皱纹像秋天的树皮一样舒展开来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慈祥。你养了个好闺女。赵大爷对我说，你也是有福的人。他又对父亲说。父亲没说话，只是慢慢地点了点头。我慌乱地低下头，假装去拧毛巾，把涌上来的眼泪擦在了袖子上。这个冬天太冷，冷到我觉得连哭都是一种奢侈。我怕眼泪冻住了，擦不掉。那天夜里，我又做了同样的梦，梦见父亲好了，出院了，
我们回了家，我给他炖了排骨汤，他说咸了，我说下次少放点盐。我把窗户打开通风，外面的风已经不是冬天的风了，春天来了。我在梦里笑了，笑着笑着就醒了，枕头是湿的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。医院的暖气烧得时好时坏，深夜经常会冷醒。我把军大衣盖在父亲身上，又把赵大爷给的军大衣盖在自己身上，可还是挡不住那股子寒气从脚底板往上窜。那种冷不只是身体上的，是心里的。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不知道钱还能撑几天，不知道父亲还能不能站起来。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，比任何身体上的折磨都更让人煎熬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水房洗父亲的床单，水很凉，凉的手指发红发麻。我使劲搓着，搓着搓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不知道是心疼父亲，还是心疼自己。水房里没有别人，哭也没人看见。我蹲在地上哭了一会儿，擦干眼泪，端起盆子回了病房。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赵大爷正在看一张发黄的照片。他把照片举在眼前，左手的拇指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，目光很远，像是在看什么东西，又像什么都没看。听见我进来，他把照片翻过去压在了枕头底下，动作很快，像做了亏心事一样。赵大爷，那是谁的照片啊？他沉默了几秒，你阿姨。那是他老伴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护士小周说过，赵大爷的老伴是前年走的。他在医院走廊跟我聊天时，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赵大爷的子女都在国外，老伴也走了2年了。2年了，他还是会在一个人的时候翻出老伴的照片看一看。有些东西时间冲不淡的。我把床单搭在暖气管上，拉了个凳子在他床边坐下。赵大爷，你想阿姨了？他没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忽然开口，他走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，声音不大，却重得像石头。那年我在国外，齐正说让我过去住一阵子。你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我说太折腾，等下次。然后电话就来了，等我赶回来，人已经……他的声音断在那里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拦住了。我的眼泪也跟着掉下来。我想起了我妈。我3岁的时候，她在厂里出了事故，走的时候我还不记事，连她长什么样都记不太清。父亲从来不提她，也从来不哭。这么多年，我只是偶尔从邻居嘴里拼凑出她的样子，大高个儿，齐耳短发，干起活来比男人都利索。可我想她，每一个冬天，每一个下雪的日子，每一个别人家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的黄昏，我都想她。赵大爷，我抹了把眼泪，阿姨要是看到您现在这样，该心疼了。您得好好养着，把身体养好。等启正哥下次回来，让他带着您回老家看看，给阿姨上炷香。赵大爷看着我，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我在这家医院照顾了父亲将近20天，大大小小的意外经历过好几次。每次觉得要撑不住了，总有人伸出一只手，把我和父亲拽回来。护士小周悄悄往我口袋里塞过一个面包，隔壁李大妈送过家里煮的鸡蛋，门卫大爷不知听谁说了我的事，破例让我把自行车停在车棚里没收存车费。都是小事，可这些小事加起来，正好拖住了一个快要沉到底的人。而那些让我觉得寒心的事呢，有时候也会想起来。姐夫那句就回来也是个摊子，时不时还会在脑子里冒出来。每一次想起，心口还是闷闷的，像堵了块湿棉花。但我慢慢不那么在意了。这世上的人，
本来就有人是火，有人是冰。你不是冰，化不了他，那就离他远一点，别把自己也冻着。父亲一天天好了起来，从一开始只能躺着，到后来能慢慢坐起来，再到能在我搀扶下走几步路。这大半个月，我在他身边见证了生命最顽强的那一面。我打心眼里佩服他，也佩服每一个在病痛面前不肯低头的老人。他们是老了，骨头硬了，可那口气还在。赵大爷也一天比一天精神，他开始在走廊里自己推着轮椅走了，早上能自己拿着搪瓷缸子打热水了，还学会了用左手写毛笔字。他的字写得很好看，铁画银钩，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人。他说这叫书如其人，人活着字就不能软，骨气也不能丢。他把写好的字送我，要我替他留着。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动过笔，手生了。他搓了搓左手的指节，不过底子在，磨一磨就回来了。我把那张宣纸小心翼翼地折好，放进口袋，上面写着4个字：天道酬勤。我的眼眶又热了，可我没哭，我使劲把那点泪憋了回去，笑了笑，说：赵大爷写得太好了，我得裱起来挂在家里。他摆摆手说：别丢人现眼了，可目光里分明是高兴的。医院外面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院里的积雪扫了又积，积了又扫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只不过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觉得离希望更近了一点。医生说父亲再做几天综合康复就可以出院了。赵大爷的情况恢复的也很好，主任查房的时候说可以出院回家康复。赵大爷把那张出院通知单看了好几遍，眼神里有高兴，也有一种说不清的黯淡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出院了，就回那个空荡荡的家了，没人给他打热水，没人给他熬小米粥，没人听他讲德国机床的故事了。他出院那天，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，花白的头发用梳子沾水抿了抿，整个人精神了不少。我把他的东西一件件装进那个旧帆布包，拉链坏了用绳子扎着，他住了半个月，全部家当就这么点。床头柜上压在搪瓷缸子底下的年历卡，他也小心翼翼地拿起来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塞进了内衣口袋。那上面印着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，画得花花绿绿的，一看就是农民历书上的赠品。赵大爷，这卡是谁送的？我好奇地问了一句。他老脸微微泛红，用左胳膊肘遮了遮，别乱看，小孩子的玩意儿。我不信，肯定是哪个护士看老爷子寂寞，送了张年历卡哄他开心。他自己的年历卡珍惜的跟什么似的，压得平平整整，边角都没卷。闷骚的老头。他收拾完，靠在床头，眼睛望着门口的方向，有些出神。我蹲在他床边，帮他系好鞋带。他的鞋是那种老式的手耐底布鞋，鞋面和鞋底已经分家了，他用胶布缠了缠，又穿上了。我看了心里一酸。赵大爷，等您回家了，要是有什么事，您就给我打电话。我说，我把电话留您床头柜上。他点点头，没接话。赵大爷，我顿了顿，您以后一个人在家，要按时吃药，按时锻炼，别嫌麻烦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，很深，像古井里的水，望不到底。宋姑娘，他忽然说，你比你爸还唠叨。我笑了，他也不自觉弯了一下嘴角。我们谁都没再说话。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白色的床单上，亮得晃眼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我妈去世那年在医院里，最后一幕也是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。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什么叫永别。现在再看到这样的光，心里总觉得发虚，像是随时会错过什么。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一个女人站在门口，不是护士，是赵大爷的亲戚吗？我正想着，男人开枪了，他的声音，爸。赵大爷没动，目光依然望着窗外，从鼻子里挤出一个字。我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绷住了，像橡皮筋拉到极限。男人的大衣下摆和裤脚上沾着灰，皮鞋上有泥点，铁定是下了火车直接赶过来的，连歇口气的功夫都没给自己留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他又说了一遍，声音更轻了。赵大爷终于转过头看着他，那目光很复杂，有气，有心痛，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。憋了几秒，他终于开口，路上走几天，你妈走了你都赶不回来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倒跑得挺快。这话听着像数落，可语气不对，不像发火，倒像是赌气。赵启正轻轻应了一声，蹲下身，目光从父亲的脸上移到桌上那一堆瓶瓶罐罐上，又移到床头柜上那个旧搪瓷缸子上，停了一下。我看到他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有什么东西卡在了那里，下不去。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大信封，牛皮纸的，撑得鼓鼓囊囊。他双手递过去，爸，这是我传的，您收好。回家想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，别省着。什么人参鹿茸，您看着买。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，我这次回来多待些日子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家陪着您。赵大爷的目光落在那信封上，又移开了。他没伸手，足足有10几秒没出声。就在我以为他要在沉默里把这段对话磨成粉末的时候，他忽然抬起了那只灵活的左手，笔直的指向了我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不是害怕，是紧张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赵伯安的语气丝毫不容商量，他那只苍老的胳膊稳稳当当，甚至带着一点我说了算的劲头。胳膊指着我，目光也落在我身上，补了一句，这姑娘在医院里伺候了我半个月，端屎端尿，擦身喂饭，比亲儿子还亲。此话一出，病房冷不丁就静了，静到点滴的声音都显得吵。暖气管子里的水声，谁家收音机里放着的京剧，隔壁床老太太含混的梦呓，全部被那寂静裹住，压了下去。谁都没出声，好像一张嘴就会惊碎什么东西。赵伯安放下胳膊，补了后半句，他加的是你管。那你管2个字像2块烧红的烙铁，扔进了冰水里，烫得人心里直冒泡。我这辈子嘴皮子只能说不算笨，可那一刻我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舌头像粘在上颚，眼眶热得发胀，全身的血都往脑门上涌。我不敢眨眼，我怕一眨眼那些滚烫的东西就会兜不住，噼里啪啦落下来，落在这个安静的过分的病房里。他们父子俩谁都没动，一个半坐在病床上，绷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老脸，一个半蹲在地上，大衣下摆沾着灰，皮鞋上还糊着泥点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。一个硬撑着不说话，一个找不到话。赵启正的目光慢慢从父亲身上移开，望了过来。他先是看到我那双洗得发白、袖口起毛的旧工装，看到我指甲缝里残留的机油黑印，然后看到床头柜上那张催款单。他终于什么都明白了。他站起来，往前走了2步。赵伯安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，像是有块石头从他心口卸了下来，落在空处，不出声。
但那份重量已经散了。这位姐妹，赵启正开口，声音发紧。我知道他要说谢谢，可我更知道他心里想的绝不只是谢谢2个字。那些放不下的愧疚，那些说不清的歉意，那些攒了半个月的心疼和感激，全被谢谢2字盖住了，压在舌尖底下。他顿了一下，重新说了下去，我姓赵，赵启正，这半个月辛苦你了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爸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你父亲的事，你的难处，从现在起就算我的。咱们找个地方细细谈谈，行不行？语气沉稳，不慌不忙，像是已经把后半句话在心里排练了100遍。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仍旧面无表情却微微松懈下来的赵伯安，点了点头。那一声几乎是从胸腔里逃出来的，带着一股自己都没料到的鼻音。我赶紧偏过头，假装去看窗外的天光，用后脑勺对着他们爷儿俩，狠狠把涌上来的热气逼了回去。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比病房淡不了多少，混合着不知从哪扇窗缝溜进来的冷风，直往领口里钻。赵启正把大衣围巾重新拾掇好，招呼我在长椅上坐下。我父亲这个人一辈子要强。他没急着说是，靠在椅背上，声音放得很低，像是怕惊动走廊里正打瞌睡的陪护家属。当初我考上大学，他高兴地偷偷喝了一整瓶高粱酒，把自己灌醉在阳台上。我妈说从来没见他那么失态过。后来我要出国，他嘴上说去吧去吧，别惦记家里，可送我那天下大雨，他没打伞，在月台上站了很久，火车开了，他还站在那儿。他的声音涩了一下，像酒味上游的就脚链。我妈走了以后，我让他跟我出去住，他不肯，说故土难离，你妈在这儿呢，我走了谁陪你妈说话？这一晃就是好几年。这次是真脱不开身，那边的公司正在清算，合伙人中途撤资，一堆烂摊子要收拾。我以为他身体还行，谁知道他摘下眼镜，捏了捏鼻梁。如果这次真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。我没接话。有些痛不是外人3言2语能抚平的，就像父亲这场病，我也在心里跟自己较劲，问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让我把他嫁到医院来。可是没有如果，人没事就好。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也压得低低的。赵大爷恢复的挺好的，您别太自责了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盼着您回来的。逢人就说启正在国外忙，等忙完了就回来了。每天都把日历翻一遍，算着日子。后半句我不在现场，没亲耳听过，可我信。一个连过期年历卡都舍不得扔的老头，一个把糖块藏到画在枕头底下的老头，一个嘴上从来不说我想你的老头，他一定在日记本的空白处一天一天数着儿子走了多少天。赵启正看着我的眼睛，沉默了很久。走廊里不知从哪间病房传出收音机的声音，信号不好，滋啦滋啦的杂音，像有人在遥远的地方断断续续的说话。宋姐妹，他终于把话题转了方向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咖啡色皮面的笔记本。我在这边有个朋友，开了一家精密机械加工厂，专门做出口模具。他们那边正缺技术工人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老钳工。他翻开笔记本看了2行，抬起头看着我，工资你不用担心，肯定比你原来厂里高。安排宿舍，五险一金齐全，你愿不愿意去试试？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。我没看他的笔记本，没看他写的那些技术工人招聘、薪资待遇、住宿安排，
目光定在半空那扇窗户上，外面灰蒙蒙的天，有几只麻雀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，缩着脖子。他怎么知道我是钳工？我来医院照顾父亲这半个月，从没跟别人主动提起过自己的手艺。他刚才问了护士，跑前跑后替我张罗催款单的时候，顺便打听了我的底细。这份心太重了，烫手。你父亲这边你也不用担心。赵启正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在顾虑父亲的康复问题。我认识这边康复中心的人，可以派人上门指导，或者接过去住一阵子，费用我来出。他合上笔记本，把笔别在封面边缘，抬起头正对着我的脸，等你那边安顿好了，再把他接过去。一步一步来。赵大哥，我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从哪句说起，话堵在嗓子眼，憋得眼眶又开始泛潮。你别急着谢我。赵启正摆了摆手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还债，还我爸的债，也还我自己的债。你要谢就谢我爸的眼光，他这辈子看人从不走眼。他把笔记本那支笔重新收好，站起来，我也跟着站起来。走廊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格外安静，连隔壁房间老太太嚷着要喝水的动静都听不见了。宋招娣，你记住了。赵启正伸手弹了弹大衣前襟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声音不高，字字清楚。我爸说你是好孩子，你就是好孩子。好人不该被困在黑暗里。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肩膀，路我给你铺了，怎么走靠你自己。但是你别怕，以后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号码你知道的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他转身走进电梯，电梯门合上，数字往下跳。我站在那儿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，指腹下的名字凸起，有种滚烫的错觉。父亲出院那天是个大晴天，我破天荒没有早起。头天晚上赵启正安排的陪护大哥说他一个人搞得定，让我好好睡一觉。可我还是在5点半醒了，躺在新租的小屋里，听窗外扫地的人一下一下扫过马路牙子，那声音跟老旧收音机里的杂音有点像，沙沙的，让人安心。这几天赵启正在医院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事都安排妥当了。父亲的欠费结清了，后续的康复计划定好了，连陪护大哥每天几点来几点走都说得明明白白。我签了南边那家工厂的录用意向书，工资比原来在厂里高出1截，宿舍照片也看过了，单人间带独立卫生间，窗外能看见一条小河。赵启正发照片过来时附了一句话，冬天河里结冰，夏天河里有鱼，你爸如果想钓鱼，可以带他过来。我回了一个好字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可那个好字我打了3遍，删了2遍，第3遍才发出去。父亲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自己拄着拐杖走的，虽然慢，每一步都稳。护工大哥帮我把行李搬上3轮车，父亲坐在后斗的小马扎上，围巾围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的眼睛还是浑浊的，可浑浊里头有光，不再是那种熄灭了很久的死灰。我推着车往前走，车轮在雪地上压出2道长长的印子，延伸向看不见的前方。爸，咱回家了。我租的房子在老小区1楼，2室1厅，带一个小院子。院子不大，夏天可以种点青菜。当初一眼相中这个房子，不是因为价钱便宜，是门口那棵柿子树上挂了几颗没人摘的柿子，红彤彤的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，像一盏一盏快灭还没灭的灯笼。我把父亲安置在主卧靠窗的床上，被子是新晒的，床单是他喜欢的那种蓝白格子。
床头柜上搁了一个搪瓷缸子，新的，我特意去百货大楼买的。他那旧缸子掉漆太厉害，我收了起来，没舍得扔。父亲靠着枕头，目光一点一点扫过屋子里的陈设。墙是白的，窗户是亮的，墙角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，80块钱。说话的时候，画面会时不时闪几下雪花，声音倒还清楚。赵大爷打了2次电话，问你到家了没有，还让我转告你，按时吃药。姐姐说周末来看你，带外孙来。父亲一口应着，眼睛始终没离开窗外那棵柿子树。柿子红得发亮，把父亲的眼睛也映红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跑各种手续，给父亲办出院结算、转诊、医疗报销，一趟一趟往街道跑，一趟一趟往医保中心跑。每次出门前，我把父亲安顿好，把中午的饭菜温在锅里。回来的时候，父亲10有8九已经把饭盛好摆在桌上了。他虽然得慢慢挪，但碗端得极稳，菜汤都没洒过一滴。爸，您现在会做饭了，以后娶媳妇我可省事了。我边吃边说笑。父亲从碗沿上方瞥我一眼，多大了，还没个正形。顿了顿，又补了后半句，你要是有个对象，我也不用操这份心了。我这不忙着挣钱吗？哪有功夫搞对象？那是你没碰上对的人。父亲喝了一口汤，碰上了，再忙也能挤出空来。我没接话，埋头扒饭，眼泪差点掉进碗里。那句话是妈走以后，父亲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提起对象这档子事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担心他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没人陪我说话，没人跟我拌嘴。姐来看父亲那天，外孙壮壮把整个屋子跑了个遍，最后趴在窗台上看柿子树，扯着嗓子问他姥姥：“姥姥，姥姥，这柿子甜不甜？”姐姐忙把他拉下来，人家房东的树，不是咱家的。我知道姐姐来的真正目的。父亲出院那天，姐夫李大友没来。没来也好，来了未必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。姐姐始终觉得亏欠我，觉得当年没能在父亲最需要钱的时候多凑出几毛，觉得她这个姐姐当的窝囊。国栋，他趁父亲带壮壮在院里玩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姐夫那个人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那样，嘴上没把门的。我知道，他后来也后悔了，跟我说过好多次，说当初不该说那些话。只是拉不下脸来跟你道歉。姐，真没事。”我捏了捏他的手，那双手不像我的手全是茧子，可也不细嫩，指节粗大，掌心和指根处有常年洗衣服留下的粗糙红痕。她嫁得不好，姐夫那个人嘴上没德，对她倒还可以，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，谁家不是一地鸡毛？我忽然想起赵启正，想起他在医院走廊上说的那句话：好人不该被困在黑暗里。我姐也是好人，可她是不是也被困住了？困在她自己觉得没本事的阴影里，困在姐夫那副魂不吝的嘴巴底下，困在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这破观念里头。我帮不了她太多，但至少我不能再用过去那些事去刺痛她。姐，以后咱不提前几年那些事了，翻篇了。姐姐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使劲点头。南边的工厂催我报道。我走那天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已经起来了，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烧水。灶台上的铝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蒸汽把他的脸烘得红扑扑的。他知道我今天走，头天晚上把我装行李的帆布包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连洗漱用的香皂都要拿出来看看缺不缺。爸，送站就别送了，外面冷。
他嗯了一声，没答应也没拒绝。等我把行李拎到门口，他拄着拐杖，已经跟到了单元门口。外面的风还不小，吹得他围巾飘起来。爸，进去吧。他站在那棵柿子树下，红彤彤的柿子还没落完，稀稀拉拉挂在枝头，像一盏一盏还没有熄灭的灯。他的眼睛在那层层红柿子后面闪着光，风吹起他的白发，散乱地附在额前。好好干，别丢人。我使劲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很远，回过头，他还站在那儿。从北到南的绿皮火车开了整整1天1夜。我买的是硬座，坐得腰酸背痛，可心里是踏实的。车窗外灰褐色的平原渐渐染上绿意，随处可见的水塘，稀稀疏疏的竹林，低矮的丘陵连绵不绝。冬天在这里好像换了一副面孔，不再是刀子似的寒风和灰蒙蒙的天，而是润润的、潮潮的，带着植物腐烂与新生交织的气味。我靠着车窗，看铁轨两旁的电线杆一根根往后退，像日子那么快，抓不住。赵启正朋友开的厂在南方一个县级市的开发区，厂不大，2排厂房，一栋办公楼，设备倒是新的，几台数控加工中心应该是这2年添置的，墙边还堆着几箱进口刀具。厂长姓周，40来岁，黑红脸膛，说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，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，比我的广式普通话还差。我俩连说带比划，居然也能把正事交代清楚。钳工，对，我攥了攥手，像在厂里考核那样，把掌握的技能从头数了一遍：划线、钻孔、公丝、刮削、研磨，精密模具装配也行，精度能保证在2道以内。2道，2毫米。周厂长的眉毛挑了一下，眼里多了点不一样的光。他叫来车间主任老陈，让我当场试手。老陈从待检区搬来一套还没完工的模具，指着其中一个配合面说：“这个面要刮，流量11道，你把它做出来，2点前能不能搞定？”我看了看表，11点40。没废话，白大褂换上，工具挑好。那块平板被阳光照得发亮，显出星星点点的凸起。红丹粉抹上去，一层薄薄的红。我握住刮刀，摆好姿势，刀尖搭在平板上，吸气，用力，身体的重心从后脚移到前脚，借着腰腹的力量往前推，一道漂亮的雪花纹就出来了。我刮得很慢，不急不躁，每一刀都落在该落的地方。老陈站在旁边没走，周厂长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2个人就那么沉默地看着，谁都没催。整个车间静得能听见刮刀与铸铁接触时细密的沙沙声，那种声音我听了10年，比任何音乐都让我安心。中午没吃饭，不是不饿，是不想打断手感。1点20，最后一道刮完，我用棉布擦净平板表面，退后一步，让出位置给老陈。老陈没拿量具，先用指腹轻轻划过那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纹，指肚从左边划到右边，又从右边划到左边，来来回回走了3遍。他的呼吸忽然轻了，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，镜片压着平板，一动不动地看了好一阵子。2道以内，不，1道半。他抬起头看着周厂长，点子也刮开了，分布均匀，这手艺至少5年功力。我没说我不止干了5年，我从16岁进厂当学徒到下岗，整整10年。那10年没有一天是白费的，手艺这东西骗不了人，你花了多少功夫，它就在你手上刻下多少痕迹。周厂长没多说什么，只点了头，意思是你的活我收了，留着慢慢用。
宿舍安顿好，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听筒里传来他的声音，比几天前又洪亮了些。到了。吃饭了没？宿舍冷不冷？语气急切的，像憋了一肚子话要说。到了，吃了，不冷，您别担心。我一口气答完，笑着问他：爸，赵大爷昨天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问我你走了没有？我说走了。父亲清了清嗓子，他让你在那边好好干，别惦记家里，他隔三差五帮你看着我。赵大爷出院后，跟父亲的联系反而比在医院时还多，两个人隔2-3天就通一次电话，内容我也听了不少。赵大爷在电话里教父亲怎么自己做康复训练，什么时候加量，什么时候休息。一个脑梗，一个脑溢血，两个老病人隔着电话互相鼓励，互相监督，说出来都有点好笑。可这好笑的事让我觉得温暖，像冬天的炉火，不烈，却烘得人从骨头缝里往外暖。来南边的头半年是我最忙的一段时间，厂里接了批出口订单，交货期紧，质量要求高，整条生产线都在连轴转。我每天泡在车间里，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，回了宿舍倒头就睡，没时间想家，没时间想父亲，没时间想以后。可每次收到父亲寄来的包裹，心里都会咯噔一下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。父亲不会写字，包裹里没有信，可他寄的东西就是他的信。春天是柑蕨菜，夏天是黄花菜，秋天是新下来的小米，冬天是自家灌的血肠。每样东西都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，再用棉线捆好，外面套一层塑料袋，塑料袋外面拿胶带缠了几圈。我拆包裹要花好几分钟，拆着拆着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父亲一个人拄着拐杖，先坐公交，再转长途汽车，去乡下收这些土特产，再一样一样打包，再坐车到邮局寄出来。我不知道他每一趟要倒几次车，要折腾多长时间。我只知道他在想我。赵启正出差路过我所在地，在饭桌上说了一件让我听了想哭又想笑的事。赵大爷的康复训练突飞猛进，目前已经能自己扶着栏杆从小区门口走回家了。上个月他非要自己去买菜，早市人多拥挤，有个小贩欺负老年人眼力不济，把烂了半边的西红柿塞在袋子底下。赵大爷到家才发现，第二天也没去找人吵架，只是在那个摊位前站了一会儿，等有顾客来就告诉人家这个摊主的菜不新鲜。小贩认出他，臊红了脸，赔了他5个好西红柿。我爸回来跟赵大爷说，你这招有点损。赵大爷说，谁让他坑老人呢？父亲现在也离不开赵大爷了。赵大爷家里那台老式收音机坏了，换了个新的，把旧的那台拿给我父亲，说老送你手巧，帮我修修，修好了你自己留着听。父亲还真的拆开来修了，零件摊了一桌子，捣鼓好几天，居然给修好了。收音机吱吱呀呀唱起戏来，父亲怕吵着邻居，把音量调到最小，贴着耳朵听。赵大爷后来知道了，说他白捡一台收音机。你爸现在的身体比出院那会儿好太多了。赵启正把碗里最后几粒米扒拉干净，放下筷子，认真的看着我。宋公，你可以开始考虑把他接过来了。我在南边的工作越来越顺手，拿下了好几个高难度项目，在业内渐渐有了些名气，有猎头打电话来挖我，开的价比现在高出50%。我拒绝了，不是不想挣更多的钱，是厂里对我有恩。周厂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机会，我不能刚羽翼丰满就飞走。这世上一比例重要。
赵启正偶尔会打电话来问问情况，知道我在厂里干得不错，很是高兴。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说：“宋公，你现在算是站稳脚跟了，可以考虑把老宋接过来，父子俩也有个照应。”我当时正在为一批精密模具赶工，加班到深夜，走回宿舍的路上，看到满天的星星。南方的星星和北方不一样，北方的星星又高又远又冷，南方的星星好像低一些，水汪汪的。我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了好一会儿，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坐在厨房小板凳上烧水的样子，那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开水蒸红了他的脸。我想接他过来，但不是现在，我得先把房子准备好。租的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，等买了房子，把父亲接来，给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父亲终于还是来了。那是我在南边工作的第3年，手里攒够了首付，在开发区边上买了一套小2居，带电梯，方便父亲上下楼。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，他在赵启正的陪同下走出出站口，一路做硬座，精神却还不错。穿着姐姐给他买的新夹克，头发也染过了，看着像60出头的人。赵启正说，他去看过父亲好几次，每一次都觉得他比上一次精神。这次正好要过来处理这边的业务，就主动提出把父亲送过来，也算是替他父亲赵大爷完成一桩心愿。坐在出租车上，一路看窗外的南国风光，棕榈树、三角梅、榕树垂下的气根。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，说这地方好，暖和，不像家里冬天冻的人伸不出手。新家离我厂里骑车15分钟，小区不大，绿化好，楼下有个小花圃，每天都有老头老太太在那下棋聊天。我把父亲领到新家，推开门，爸，到家了。父亲站在门口没动。我把他的行李一件件拎进去，他还在门口站着，脱了鞋，光脚踩在地板上，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。声音不大，可我听清了，这真是咱家了。那当然，房产证上可是您的名字。他的眼眶红了，又没让泪掉下来，扶着墙慢慢走进屋，摸摸沙发，摸摸电视柜，推开阳台的门，看外面那棵开得正盛的白玉兰，花瓣白得像雪，厚墩墩的，几朵已经落了，躺在阳台上，边缘微微泛黄，像睡着的蝴蝶。去年这花开苞的时候，我就想，等我爸来了，正好能赶上。我把热水递到他手里，今年花季我没去拍照片，就是想等您来了亲自看。父亲接过杯子，没喝茶，捧着暖手。白玉兰在晚风里轻轻摇晃，墙角不知谁家的饭菜香飘过来，混着花香，直往人心里钻。爸，我把下巴搁在他肩膀上，像小时候那样撒娇。以后这就是咱家了，完完全全咱们自己的家。父亲没应声，可我感觉到他的手附上了我的手背，粗粝的指腹，干燥温暖的触感。楼下有人在喊下棋了，父亲扶着阳台栏杆往下看，瞄了一会儿，说楼下那个老头棋下的臭。我说您才来不到1小时，就知道人家棋臭了。父亲说观棋不语真君子，你这毛丫头不懂。日子像楼下花圃里的三角梅，一茬一茬的开，一茬一茬的落，开不完，落不尽。一晃又是2年，厂里提拔我当技术部副主任，主管精密模具的工艺研发。周厂长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时，特意说了一段让台下笑翻的话。宋公刚来的时候，我连他的普通话都听不懂，现在他的广式普通话仍然很烂，可是他带的团队出的活一点不烂。
这话糙，理不糙。手艺人，活就是脸面，活漂亮，人家就敬你；活不行，嘴上说破天也没用。父亲彻底融入了他的新生活，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，下楼走3圈，吃完早饭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收拾屋子，午睡起来去楼下看人下棋或者自己上阵，晚饭后在小区里散步。他交了好几个老哥们，有个姓李的退休老师跟他最要好，两人经常结伴去钓野塘子，半天能对付几条巴掌大的鸡瓜子，回来就收拾干净煮汤。煮好汤先给我盛一碗，然后自己端着小碗到阳台，夕阳照着他的花白的头发，他的侧脸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。赵启正偶尔会来，带着赵大爷。赵大爷的腿脚已经大不如前，换上了电动轮椅，自己操控按钮进电梯出电梯，灵活的像开小汽车。两个老人见面，没有抱头痛哭那种。赵大爷坐在电动轮椅上，瞟了我父亲一眼：“老宋，你胖了，这边的水土养人啊。”父亲也瞟他：“你瘦了，回去让启正给你炖点汤。”还说我汤里别放盐，清淡点好。你一句我一句，谁也不让谁，可谁也没真生气。他们的友谊像那棵白玉兰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顺其自然的长，该开花的时候开花，该落叶的时候落叶。看着简简单单，可那份简简单单比什么都珍贵。赵大爷离开的时候，我送他到电梯口，他忽然拉住我的手，那只手上爬满了老年斑，皮包着骨头，可暖得很。宋姑娘，赵大爷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爹也是个有福气的人。电梯门合上，他坐在电动轮椅里，朝我笑了笑。我鼻子一酸，想说什么，赵大爷忽然从电梯门缝里又冒出了一句：“你的事也该着落了吧？总不能让你爹老盼着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赵大爷没等我回应，电梯门已经合上了，数字往下跳。我站在走廊里，半天没回过神。楼下花圃里的白玉兰早谢了，三角梅还开着，红的紫的，热热闹闹挤了一墙。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的吵架，吵得很凶。我忽然想起赵大爷在医院走廊上背着阳光看着我说的那句话：“你是个好孩子。”年复一年，往事像压在箱底的老照片，颜色淡了，边角卷了，可里面的笑脸还在。赵大爷前些年去世了，走得很安详，没受什么罪。有一天晚上靠在床头听收音机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再没醒过来。他走的时候，启正守在他身边，手里还攥着赵大爷的手。父亲知道消息后沉默了很久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那棵白玉兰。那天没风，玉兰树的叶子一动不动的。过了好几天，有天吃早饭时，父亲忽然放下筷子：“赵老哥走了，怪想他的。”我没接话，他也没再说什么。赵启正料理完后事，来南方住了些日子，在我家吃了顿饭。他比前几年老了些，鬓角的白头发多了，但人很精神，说话的时候有条有理的，不慌不忙，跟他父亲年轻时候一样。宋公，他放下酒杯：“你这些年变化很大。”我也老了。我笑着说：“不是老，是稳了。”他说。吃完饭，我去厨房洗碗，他站在厨房门口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窗外吹来的风带着玉兰花的味道，楼下有人在叫孩子回家吃饭。那烟火气隔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这样铺天盖地的涌过来。赵启正走的时候，我送他到小区门口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：“这个是我爸留给你的。”我接过来，没拆。
信不厚，牛皮纸信封上写着宋昭帝亲启几个字，是赵大爷的笔迹，铁画银钩，力透纸背。宋姑娘见字如面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大概已经走了。走就走了，人都有这一天，不必难过。这些年，启正跟我讲过你的事，你厂里升了职，买了房，把老宋接过去住了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听了，打心眼里替你高兴。你还记得我在医院写的天道酬勤那几个字吗？你做到了。老宋养了个好闺女，比什么都强。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。走的时候，启正在身边，外面有人放着收音机，是你阿姨生前爱听的那个节目。你好好过日子，别惦记我。这封信是启正帮我寄的，邮费是他出的，不用谢。赵伯安，1999年秋。我坐在小区花圃边的石凳上，把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，然后折好放回信封里，贴在心口。白玉兰早谢了，三角梅还开着，热热闹闹的挤了一墙，像一群不知愁的孩子。昨天我陪父亲去菜市场买菜，他非要买一条鲫鱼回来熬汤，我没拦住。鲫鱼在盆里扑腾，溅了我一身水。爸，您老人家就不能消停会儿，说想吃鱼，让卖鱼的给您杀好，不就完了？杀好的不新鲜，那还能叫活鱼？你这人嘴里没个把门的。父亲一手拎着鱼，一手拄着拐杖，走得稳稳当当，还有心思教育我。人家启正就不这样，说话办事都靠谱。你什么时候能跟人家学学？赵大哥那是什么人？您拿我跟人家比，那不是抬举我吗？父亲没接话。从菜市场到我家，走路要15分钟。半路他忽然开口：“你赵大哥还单着吧？好像是吧？没听说他结婚。”父亲嗯了一声，没再往下说。风把玉兰花吹落了几瓣，落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。我没告诉他，由着那花瓣歇在那儿。那封信压在我书桌的抽屉里，信封的边已经磨得起了毛。墙上的挂历换了一本又一本，白玉兰谢了又开，三角梅落了一年又一年。日子就像院角那棵老柿子树，看着不声不响，可枝头的果实一年比一年红，一年比一年甜。